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道料理就是西式非常经典的炖饭。是，没错。是什么样的炖饭？这个意大利式的牛肝菌炖饭。哦，真的是经典。对，没错。那因为牛肝菌来讲的话，这个在国内来讲比较少，所以我们是会用这种进口干燥的。对，那当然它有新鲜的，但是以这个取得的方便性跟储存性的话，干燥它会比较好使用。那就是使用之前呢，我们即使用一般的水啊，或者我们要烹调的高汤，去把它泡开泡发，这样子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接着开始。好，首先我们这个菇菌呢，就把它全部下来。好，那这个水的话，泡菇菌的水不要急着倒掉，我们可以下一个阶段在烹调做炖饭的时候，把它也是当高汤的一部分加进来，这样子。好，那再来，我们把高汤加进来。好，那高汤跟白酒的部分，大概略有让这个菇菌本身它湿润就可以了，不用加到特别多。好，那白酒的部分也是一样，我们先装个1大匙下来，我们再接着开火煮。这个步骤主要就是说，这个牛肝菌我们虽然是泡开了，但是毕竟它是新鲜啊，然后再去做烘干或者是干燥化这样子，所以它本身有一些风味还没释放出来。那我们透过在这个阶段呢，把这个牛肝菌还有高汤跟白酒去烹煮当中呢，把这个菇菌的味道带出来，然后同时融到我们这个高汤啊白酒的液体里面，这样以便我们第二阶段在做炖饭的时候，它的味道呢更容易释放。是。然后这个煮的话其实大概小火煮个3到5分钟左右，能让它整个焖着泡一下。那在煮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稍微蛮香的，真的味道又出来了，对不对？真的很香。就是说我们这个位置真的是这个位置就是香，没错没错，就是香。那这个味道带出来之后，实际上这个菌它整个味道散发出来，大概我们这个阶段的一个功能性就达到，实际上就可以了，可以让它稍微泡着，或者是说用更小的火让它继续煮。那只有一个原则我们这个可以煮到说整个它的汤汁几乎干，就是说味道全部融到这个菇菌里面，但是不要煮焦掉。好，那同时间我们不要浪费，因为做炖饭会耗很多的时间那我们就接着开始。奶油本身它的熔点比较低，你不要等锅子很热的时候下去，就是有温的时候奶油就可以下了好，那以我们今天米饭的量，奶油老师先抓大概差不多30公克左右。好，那我们洋葱碎给它下来。好，接着蒜碎。用奶油在烹炒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你不可以高温，一样要中低温，因为奶油它熔点很低。你如果超过大概80度之后，你会发现说很容易这个锅子就会黑掉。对，我们看到呢，这洋葱跟蒜头大概也炒到呢，它的整个香气出来，然后也上色了之后，我们接着把这个蘑菇的部分也把它加进来。好，一样即使是蘑菇新鲜的也是一样，你炒过之后，它的香气呢，才会呢更散发出来。那不要看这个火，老是开中小火，实际上我相信主持人在旁边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快它就上色了。真的。所以你在烹调的时候不要急想说哇，这个老是这样炒感觉太慢，你开大火大火的结果就是你只会得到什么黑的，就会焦化，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不要去吃那个咖啡或巧克力口味的炖饭。好，那这个蘑菇的香气也炒出来了，就旁真的很香，对不对？好，我们就可以接着把米饭放进来好，水不用浸浸泡的水不用浸所以我们直接把米饭拨下来就可以了。好，那再来一样我们稍微呢把这个米饭跟里面的这一些辛香料还有菇菌把它拌匀那我们就准备呢继续把高汤加进来了。好。前面我们有用高汤泡这个菇菌可以下但是就是说在下的时候注意底部大概有10%就不要避免说有一些细的沙子啊到底下去好，再来炖饭其实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每次在加高汤，你就是大概盖过盖过它的平面这样子。那通常大概差不多3次左右
就是大概这种中小火啊，然后高汤盖过，让它缩汁，哦，大概3次左右，这个米饭应该就会达到9分熟以上，其实差不多就是烹调完成了。好，那我们第2次的时候，我们同时把我们的牛肝菌下来，对，啊，主角来了。对，好，让它的味道带进来。因为我们这个炖饭是在开放式的锅子里面去煮，所以就是说它高汤的话，大概会加一般我们水量的将近是3倍，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煮米饭差不多是1杯米1杯水，在电锅里面可以煮滚。那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的话，要加3次的水，3杯的水这样子。那再来调味来讲的话，我们要在就是说最后一次加高汤下去的时候，一定要做调味，因为你如果说等米饭熟了再调味，会调不动。对，已经稠了。对，没错。好，那目前来讲的话，我水高汤的量其实加的已经差不多哦。那到这个阶段，我会先做调味哈。好，我们把味道调进来。好，以我们这个米饭的量的话，我大概调差不多3公克左右的盐巴哦，3.5啊左右哦。那我们可以调完之后试一下味道。好，胡椒粉也是。这个时候因为有液体哈，你在调在拌都很轻松。再来就是说这个米心透的程度哈，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去做一点点调整。一般来讲就是说大概到90%，就是说感觉好像米心整个有透，但是又有一点嚼劲这样子，这个就是一般很多炖饭的吃法。对。那如果说觉得呢，希望说它整个都是透的，你就是稍微呢烹调时间再增加一点点，这样就可以了哦。我们主持人你要试吃一下呢。好，来，我们试一下这个味道。以前我上厨娘香 Q 秀的时候，常常那个主持人都会说，老师是不是借着试吃先满足自己这样。这个米大概8分的熟，对，所以其实呢，大概再烹调一下，它就已经是 OK 了。已经有点嚼劲。对，没错。然后你会发现说，整个菇菌很浓郁的味道，跟它就是说这样子都是很紧密的哦。待会真的是完成之后再给大家试吃一下哈。好，那原则上最后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把这个 cheese 还有这个葱的部分拌进来。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开始来准备把它做一个结合哈。来，那我们葱先下哈。因为我们主持人喜欢葱的味道多一点，还是我都喜欢，都喜欢哈。听到这样我们就可以差不多全部加下去。那另外炖饭再吃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它不用煮到全部是干的，就是让它这样子感觉带有汤汁。好，那这个口感已经 OK 了，我们再补充一点高汤，再调个味，我们就把它完成。好，那我们到底起司粉跟葱会撒一些在上面哇，这一层一层香味上来越来越香。好，那我们镜头看，我们镜头来试吃一下，因为这已经完成喽。好，我们的意式牛肝菌炖饭，刚刚加了这个起司以后，我这边已经非常的香了，更充足，对不对？对。好的。好，另外就是说，其实这一道变化性很大，因为我们今天是以菇菌为主。实际上，你也可以加你喜欢的任何肉类。那我们会以白肉适合，就像鸡肉或是海鲜。好，那我们再撒一点点 cheese 粉。好，那可以一样放一点点那个葱花下来。点缀一下。葱花如果说有像这个虾夷葱、细葱的话用虾夷葱、细葱，其实味道也很棒。好 ，OK， 那我们这个牛肝菌意式炖饭就完成了。哇，我从刚才试吃就很想吃成品，但是我们留给观众朋友先试吃。谢谢金莲老师，是谢谢大家。金莲老师带来的经典这个菇菌炖饭。